标准版的配置我看不上，下联说 Ultra 版的价格我买不起，横批不如看看隔壁。当当了当，当啷当当当了当，当当了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，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，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。看见我呢，就意味着你又变大了啊，1周岁哈。感觉到变大了的同学可以打1个6啊，我看一看都有谁感觉在咱们直播间感受到了功效。过去一周呢，科技圈也发生了很多好人好事啊，咱们一起来表扬一下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的话呢，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窗帘上；如果觉得主播还是在下边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打在弹幕上。咱们抓紧开始。啊，你可能会奇怪啊，主播为什么穿着油服？有点冷是吧？我们这屋里现在零上3度。首先我们要表扬的当然是苹果了。从最新的爆料消息来看呢 ，iPhone 16即将迎来史上最大的一波更新。你们猜是什么呀？3、2、1啊！公布答案啊！不卖关子。那么 iPhone 16呢，从多个消息源显示，将会把自己的起售存储从原来的128升级到256G 内存。啊，怎么样？来，觉得苹果这波操作满分100，你可以给它打几分呢？坦白讲啊，苹果的这个金子般的存储，在如今金价大涨的情况下，还能往上增加容量，可以把感动打在弹幕上是吧？可以啊。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，iPhone 15这一代呢，仍旧是128G 来起步。但是呢 ，iPhone 16啊可能会升到256G 啊，多个信息源显示，很多人都打出了感动，都语无伦次了。再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有同学说 128G 已经够大的了，不是你别害怕啊，苹果一般来说呢，即便增加了存储，它的价格也不会涨的啊，不会涨，你放心，这一点还是可以相信的，对吧？它只是增加存储，我估计啊，价格应该不会增加了，还和 iPhone 15差不多。是不是放心了啊？还有同学表示，我不用这么大的啊，32G 就够用了。苹果表示，就按您说的办吧，可以啊。不如咱们就32G 起步，然后就是下一个版本52G，再下一个版本就1T，你看怎么样？减少用户选择成本啊！我个人建议，苹果不如把中间的512也去掉，低配版32G，顶配版1T，你看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就只打电话，你就买个32G 的，有内容需求要存储小电影的，你就买一个1T 的嘛，还差这点钱吗？是不是？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满分100来打一个分数。你要是觉得好的话，明天咱们就给苹果提这个建议，要不然现在他很纠结，他每一次去定存储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这个存储太大了呀？好，那有同学表示啊，主播你又在这儿黑我们苹果啊？难道我们 iPhone 16就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吗？啊，还是有的。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呢，从最新的消息源显示啊 ，iPhone 16 Pro 啊，相比较于现在的15这一代产品啊，将会带来至少30项亮点。爆料人显示呢，说这个今年 iPhone 16的升级力度啊，是历年来升级力度最大的一次。你这个线人去年说 iPhone 15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啊。有同学说，能不能帮我们详细去列一列？这些亮点都是啥呀？30数这么多亮点吗？我们很想知道啊。这咋说呢？原文比较长，亮点的内容呢也比较多。基本上的这个亮点都是，比如增加了1毫米啦，或者是颜色改一改啦，都是这个样的亮点。我自己去盘了盘这30大亮点，总结成一句话：iPhone 16 Pro 相比较于 iPhone 15 Pro。最大的更新，它就是改了名，不是，它就是升级了 iOS 18。我重复一遍啊，我看完了这30大亮点之后，我觉得本次 iPhone 16这一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升级了 iOS 18。看弹幕啊，有同学弹幕表示可以了，这就够了，这就够了。我估计啊，有一些用户可能就是怎么说？离不开 iOS 系统啊，这硬件真无所谓，就只要有这个系统也就行了啊。觉得真实可以打1个6，我看看有多少人是 iOS 的忠实用户。很多同学都说够了是吧？啊，这弹幕都说这么多人都说够了，对吧？好啊，那大家还在问啊，那既然你说 iOS 18是最大的更新，那么这个 iOS 18它更新了什么呢？那咱们详细来看一下。首先 iOS 18呢将会在今年的6月份的 WWDC 2024苹果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。它的发布时间呢是在今年的6月10号到6月14号啊，美国时间。注意，本次 iOS 18呢主要更新点在于 AI 方面，包括大幅度的加强 Siri 的这种聪明程度。Safari 浏览器的便捷程度，增强的快捷指令 ，Apple Music 健康信息以及苹果
办公三件套等等啊，这些功能的 AI 引入。用一句话来总结 iOS 18的最大更新，那就是 iOS 18的首批 AI 功能啊，将完完全全运行在端侧。这是啥意思？就是目前咱们看啊，国内的一些手机大模型啊，其实已经有了啊，只不过呢，它这个大模型啊是运行在云端的，就是你跟它提一个问题，它需要联网的情况下，在云端来运算，然后给你答案。你让他想给你，你给我画个小姐姐是吧？他是在云端计算完之后，把这个图返还给你，等于说你这个所谓的手机端大模型其实是云端运算的一个入口。而苹果 iOS 18的 AI 大模型是完完全全运行在 iPhone 本地的，那么就避免了可能的一些风险，比如说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云端去给你计算，是吧？那都有记录的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对本地的 iPhone 来说啊，你说 iPhone 你给我运算个小姐姐，是吧？它可是不会上传到云端的啊，这就是端侧大模型和云端大模型的一个主要差别啊。我个人也觉得，如果苹果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，那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啊。来问大家，你觉得苹果能不能做到呢？觉得能做到打个1啊，觉得不可能啊，做不到打一盖。看一下大家的情况。有同学表示，你这个手机端能装下多大的模型是吧？还大模型？这同学你这256啊，刚才不刚说了吗？256起啊，这还不够大吗？啊，比原来的128大了2倍啊，还不知足？你这不成了，还是128吧？有同学说，你怎么知道它是端侧呢？你不插卡不就完了吗？开飞行模式，然后让它给你 Siri 给我生成一个小姐姐啊。有同学问主播怎么评价苹果这项重大的更新呢？首先iOS 18它改了名字啊，这个就是让人振奋的。那其次就是最重要的端侧大模型，实际上在目前的业界啊还是非常罕见的，没那么容易啊，除非你的处理器性能特别强，才能做到端侧运行啊，就是在手机端纯手机端运行。华为是纯血鸿蒙，我们是纯血 AI 是吧？纯本地。好，但是呢，我必须要提出一些谨慎的担忧。既然 iOS 18这么给力，能在手机端运行 AI 大模型，那是不是说明我的老 iPhone 要被加速淘汰了呀？啊，苹果啊，你给我个准话啊！你给我个准话，你要说这个老设备不支持，我就来吧，大家猜一下，你觉得端侧 AI 大模型的 iOS 18能够支持到 iPhone 几呀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小米苏7车机的系统是目前最强吗？来看主播的分析。刚刚咱们聊了苹果 iPhone 16的最大升级，也就是 iOS 18啊。很显然，很多人是习惯用了苹果的系统。那么在车机方面呢，如果这个车它能够支持苹果的 CarPlay， 显然啊，对于你的使用习惯呢，就有一个很好的顺畅的流转，你不需要再去习惯车机了啊，直接等于还在车机上用自己的 iPhone 系统啊，岂不是很方便？那我们之前在测试小米苏7汽车首发测试的时候，就介绍了它和苹果的 CarPlay， 包括车载的 iPad 连接都是很好的。但是首批车主提到之后，却发现这小米苏7这个车它也不支持 CarPlay 啊，根本不支持苹果的系统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看宣传的是苹果用户开小米汽车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啊，也就是说在车机上，小米的汽车上可以用苹果的 CarPlay， 但是咱们说了啊，厂商的宣传你一定要看小字，小字写的是该功能啊需要后期 OTA 升级支持啊，坦白说就是现在没有，我说的是吧？就你先别当真啊，什么时候升级呢？你别遥遥无期的啊没有啊。这边呢，雷军表示小米苏7的无线苹果 CarPlay 功能将会在5月份推送啊，其实还是挺快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很需要这项功能，又想买小米苏7的汽车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等5月份再下单，是吧？等这个功能上线了再买也来得及啊。当然啊，你5月份下单那就更买不着了，是吧？你现在下单都排到年底了，5月份下单那就排到明年春节后了。实际上呢，我们提了一台苏7，在使用的这些天当中呢，发现它有不少的优点，同时呢，车机的部分啊，也确实有一些功能还需要完善。那从目前雷军答网友问回答当中啊，雷军表示呢，他会要求团队啊，每1个月至少呢更新1次车机系统的升级，包括城区的智能辅助驾驶 NOA。5月份呢就会开放10个城市，8月份呢会推向全国城市。注意啊，小字全国主要城市。行了，知足吧，同学们。毕竟小米做了啊，你需要知道啊，目前新势力几乎所有厂商都没做苹果的 CarPlay 啊，所以当小米有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我个人是双手点赞的。虽然它晚发布了2-3个月的时间啊，但它毕竟还在做，就不错。看一看大家的评价。
哦，有同学弹幕表示说小米一个安卓手机车机互联都没做完，你怎么先跑去做苹果的 CarPlay 了呢？这位同学的意思啊，就是你这小米，你作为一个安卓阵营的厂商，你不应该先做好安卓手机的车机互联，然后再做苹果吗？你怎么反过来了呢？先做苹果，后做安卓，怎么想的？这位同学，我觉得你想多了啊！先做安卓就能做好吗？不是，开玩笑啊！停啊！我们要给小米证明一下吧。我找个小米手机啊，就是小米它已经做了安卓的服务了啊，给你看一下啊。你在小米的手机当中去搜索 Car， 然后 CarWiz， 我们点开，这里边呢就是小米所做的安卓手机的车机互联。所以呢，我们辟个谣啊，替小米辟个谣，就是小米呢虽然是新势力厂商当中对于苹果车机最友好的厂商，但是呢，它在安卓这边它也做了，是吧？而且是先做的。雷军不用谢啊，但是咱们节目最不缺转折了，啥意思啊？你注意看这个 CarWiz 啊，它是安卓通用的车机服务。实际上，小米呢虽然在手机端做了，但是小米并没有主推这个功能，是吧？小米它主要用的还是他们自家的互联互通啊，不是这功能在这儿呢。小米用的是这一套啊，是私有的互联互通啊，就是 CarWiz 呢，就那么一做。哎呀，这话说回来啊，之前咱们聊过了啊，这个海外也有参照物。微软呢，它每一次都很积极给苹果做适配啊，所以呢，人们都说微软要做苹果最佳软件开发商，那我们小米就要做苹果最佳硬件开发商。所以小米等于微软，什么乱七八糟。但是啊，我必须说一句公道话啊，综合下来，我觉得微软还是要比小米强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过咱们之前几期节目介绍，就会知道微软啊，他们家的什么 Office 啦什么 OneNote 啦，这些软件都是先适配苹果 macOS 啊 iOS 啊，是吧？适配苹果的笔记本都适配完了啊，再去适配自家的 Windows 系统。那也就是说，微软啊，它是先满足苹果的要求，再开发自己的。在这一点上面呢，这个小米还是需要努力的啊。本周热点事件，有博主表示买了小米汽车啊，被公司给开除了。那这件事情是反转再反转，咱们来瞧一瞧这背后。这个热搜啊，起因是有一位博主表示啊，他首发购买了小米苏7汽车，而且呢还是雷军亲自交车给开门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没想到转头啊就被自家的这个车企给开除了。买完小米苏7。车企开除我啊，连续几天登上热搜。他说呀，是被这家叫做极越汽车给开除了。好，那大家觉得是谁的问题啊？觉得是博主的问题打个1，觉得是极越汽车的问题打一个2，觉得是小米的问题打一个3啊？你觉得怪谁呢？这件事情刚开始，那么中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有内部人士传言，然后又有博主反驳等等，经过了2、3天的发酵，当事方的另一方极越汽车法务部发布了最新的消息，说这个人啊，我们确实给开除了啊，叫姚某某，确实开除了。但是呢，是有原因的，就是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开除他的啊，并不是说他去买了小米苏7，我们就开除了。是因为啥呢？是因为这个姚某某，就是这个博主啊，他本身啊是作为我们的社交媒体的运营人员，可是呢，他上班的时候却长期宣发别的厂商啊，这个别的厂商就指小米啊，上班的时候长期宣传别的厂商的汽车，是吧？他宣传这个内容和他在的岗位明显冲突啊，而且呢，该名男子还经常无故旷工，特别是这个姚某某啊，4月3号旷工跑到了小米发布会上去提车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明显他有违职业道德和不竞争义务，所以呢，我们才开除他啊！大家给评评理吧，是吧？来吧，同学们，还是那个1、2、3啊！觉得怪博主打1，觉得怪极越打2，觉得怪小米打3啊！1、2、3，你觉得怪谁？只能说呀，上班的时间还想着为竞品做宣发，他真的我哭死，是吧？当然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后续啊，就是这博主他没有反驳，暂时呢就是到此信息为止，后面有东西咱们再更新。这件事咋说呢？就有些人他明明都结婚了，但是呢逢人就说别人家媳妇儿多漂亮，你说这人咋想？就算你心里那么想，你也不能说呀。这来吧，同学们啊，如果你觉得极越这个车企他宣传的发布这个消息是真的的话，那么这名员工他是否应该被开除呢？各位老板啊，觉得应该被开除打个1啊，不应该被开除打一个2，看一看大家伙的选择。弹幕表示让他去小米上班，不是，我估计不太可能，是吧？现在本来这几家车企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微妙，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人给招去，
看一看同学们弹幕啊，有相当多的弹幕表示肯定会开除这样的员工。看起来啊，各位同学们未来如果当了老板啊，应该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员工去宣传竞品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也有一部分同学选的是反对开除啊，就是要留下啊。你看这弹幕说啊，这几个都是要支持这个企业留下这个员工啊。你看他怎么说？这有什么的啊？就像有些企业明明有自己的产品，却偏偏给竞争对手做配件，这不是很常见的吗？哎，你说这人说的是谁呀？啊，刚才这用户你说谁呢你啊？你说谁呢？来，超管的把他给我摁住，别让他跑了。你说明白了，你说谁？你说谁呢？啊？小米表示，感觉有人在念叨我呢。首先排除小米，还有魅族的 iPhone 手机壳。竞争对手如何评价小米苏7啊？来看一下，知名博主魏建军表示啊，周四例行评车，今天呢先评审坦克，然后再动态试驾了小米苏7。有同学知道魏建军吗？也是新近出现的知名博主，是吧？魏建军表示啊，小米汽车呢才成立了3年，但是呢很多细节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甚至呢，他还和雷军连麦啊，共同去探讨小米汽车。这个魏建军他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为什么能和雷军连麦呢？怎么回事？甚至在线下的时候啊，雷军还亲自给他介绍了这个小米苏7。这他是谁？来看一下，魏建军，长城汽车董事长失敬。我刚才还寻思呢，我说这怎么这个认证的应该是长城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在工作时间啊，就是明明是在试驾新的坦克700，却借着工作时间宣传友商的小米苏7，这个人是怎么想的啊？而且还夸友商的汽车啊，甚至还和友商高管雷军连麦唠嗑啊？不上班吗？啊！你们长城怎么回事？这人家开发布会，他居然跑去人家发布会上去站台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后来一看啊，原来是长城汽车董事长啊，那没事了啊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好啊，那不开玩笑啊。这你看，国内各大车企的高管来到小米发布会，在后台把手言欢，是吧？行，咱们国内的新能源市场还是很大的，是吧？大家联手啊，把海外企业的份额拿回来。OK 啊，刚才都是开玩笑啊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长城汽车的董事长和小米汽车的掌门人啊，这几天也是频繁的互动吧。那么魏建军呢，在试车的过程当中，还多次试驾了小米汽车，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。那么如何评价他们两个连麦唠嗑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有同学表示啊，这就是两军对垒。可以，下回他们再开直播啊，就两军对垒。但是你看，我就发现这个企业高管直播就没啥意思，就俩人坐在这唠嗑。你这要咱们直播，高低后边得有2个小姐姐跳舞是吧？斗舞，拼一下子，我跟他比一个科目3看一下子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买车是爱答不理，有些人卖车是高攀不起，啥意思啊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天差地别的待遇。过去这1-2年的时间，我经常在节目里边吐槽国内的各大车企，什么华为啦、比亚迪啦，都被我说了个遍。是啥呢？就是你交完了钱之后，他不交车，他动不动就1-2个月啊、3-4个月啊，甚至等更长的时间，直到小米出来啊，直接等到年底去了。你说这一家一家的，是吧？就不能痛快点吗？买个车这么费劲。但是今天一个事儿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参差。360掌门人周鸿祎他发出了一条啊卖车征集令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把自己的豪车迈巴赫啊给他卖掉，然后呢表示想买一台车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来吧，同学们，你们觉得给周鸿祎啊，鸿祎教主给他推荐什么车比较合适啊？他把原来的海外豪车给卖了啊，打算买一台新车，看一下大家伙的推荐。周鸿祎发完这条微博，下方就疯了，对吧？看下边评论了吧？仰望汽车表示，仰望 U8 给你安排。阿维塔表示，高颜值的阿维塔12啊，值得你选择。极客副总裁啊，杨学良表示，极客009满足你的需求。东风启辰、星途纪元、悟空啊，反正就是各大车企啊，跑到周鸿祎的微博下边团建来了，纷纷推荐自己的汽车。你说我买车的时候，你让我等好几个月啊，人家说一句话，你直接就是你说这帮车企，我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大家买车都等了多长时间啊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你们买车等了多久？打一个天数吧。我们之前买华为那台车等了，我看看啊，11月末、12月、1月、2月、3月，等了120天才交货。
有同学表示我已经等了好几年了，但是兜里没钱啊。这个不能怪车企啊，这个不能怪车企。要说这些车企里边啊，表现最好的那还得是小鹏，是吧？小鹏表示，周总，车已经送到你们楼下了啊！我们小鹏 X9啊，空间大也很智能，欢迎你深度体验一下。你看这直接送到门口，你这咋说呢？这事实胜于雄辩，是吧？行动比耍嘴皮子要强啊！就像你男生追女生，你说再多啊，说再好，花言巧语有啥用啊？是吧？大钻戒摆在这儿，再跟我说话，你这光推荐推什么荐呢？你这把车开过来不就完了吗？但是啊，这么多车企啊，在周鸿祎的微博下边留言啊，唯独少了一家，是谁呀？哪吒，是吧？周鸿祎当年29亿入股哪吒，也是车企背后的大老板。但是呢，近期周鸿祎和哪吒之间有点故事，啥意思？你说这么多车企都在下边留言，唯独周鸿祎投资的哪吒汽车没反应，你说这，我说这网感也太差了吧？啊，你这高低给自家老板搞个车呀，是吧？最后周鸿祎选这个车，是不是有一波流量啊？你这都不吱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啊，近期呢，周鸿祎表示说，这哪吒呀不会宣传，干了10分，但却只表达了3、4分，是吧？而且呢，周鸿祎表示建议多学学小米，是吧？好了啊，不开玩笑了，复盘一下这件事情啊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些老板们一说换车，那家这个车企们屁颠屁颠的都给送到门口去。你说咱啥时候能有这一天呢？是吧？我不用你就给我送过来，是吧？我交钱买车，你别让我等那么长时间就行啊！一等好几个月，这都不是1、2个月啊。周鸿祎卖掉自己的豪车，各大车企纷纷来送车。咱们呢，科技美学总裁啊，主播我大言，我决定卖掉我的限量版本小米首发吉姆尼合资车啊，卖掉这个车，我这车我不要了，我想买一辆新车啊！有没有各大车企说句话啊？正在看直播的各大车企的高管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你们了啊！不识抬举。看一下，我看看哪家车企有眼力价。我看看我最终会选哪一家车企啊？一看弹幕，滴滴打车、高德打车、神州租车纷纷发来信息表示，主播你赶紧把你上一次的打车费结一下啊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下一次打不了车。啥玩意儿呢这是？本周华为 P70 正式发布，但是有些人却很不高兴。来看，首先本周啊最重要的新闻当然是 P70 系列发布，但是它不叫 P70 了。华为呢官方表示 P 系列升级为了华为的 Pura 系列。来跟我一起念啊 ，Pura 啊，这个不是英文啊，这是西班牙语纯净的意思 ，Pura 啊 Pura。先看外观啊，大家觉得这样一套不规则的三角形镜头 decal 设计，满分100分，你可以打几分呢？好不好看另说啊，但是呢，辨识度够高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有人不高兴，谁不高兴呢？你们猜谁不高兴？有人说友商不高兴啊，那是正常的。不高兴的人有很多啊，比如我，不是华为，你改名，你跟谁商量了啊？你改名我早的申请了华为 P70 贴吧的吧主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刚刚注册了华为 P70 的商标，你这让我怎么办啊？我好不容易申请下来了 P70.com 的网站网址，你让我怎么整啊？华为，你给我个解释，谁让你改的？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改的啊？我这个当这个吧主，此时啊 Windows 9贴吧吧主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啊，这事咋说呢？确实。很多时候啊，如果大家感兴趣啊，可以到各大贴吧去搜一搜名字啊，各大商标网站去查询一下。像这个什么 iPhone 18、19、20，一直到 iPhone 100，像华为的 Mate 30、Mate 40、Mate 1000、Mate 2万，像 P 系列的 P80、P90、P10000，早就被申请了。所以呢，华为这一波改名啊，应该说受到影响的吧主还是不少的。还有同学表示，小米7吧主也发来贺电啊，不按顺序出牌，你这。本次呢，华为 P 系列一共是发布4个型号，分别是 Pura 70标准版，然后是 Pro 版、Pro Plus 版以及 Ultra 版本啊，4个版本。价格方面呢，从5499元一直覆盖到10999元。当然了，这是官方售价啊。根据往年的经验来说呢，在2级市场啊，通常是一机难求的状况。加价多少呢？那就视情况而定了。大家觉得今年的价格呀，是否符合你的预期呢？觉得符合预期，
猜中了啊，打个1啊；觉得没想到啊，打一个2，看看大家伙对于华为 Pure 系列的价格判断。关于产品呢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详细的测试，这里边呢只是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啊。如果你没详细看它的参数的话，我可以简单介绍这个 Pro 版本和 Pro Plus 版本啊比较的接近。仔细看的话呢，更多的就是在它们的内存和存储方面呢有一些差别，其他部分像是一些玻璃的区别呢，可能就没那么明显。玻璃上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影响不太大。而配置上的差别呢，标准版本啊就是缩水的啊，或者说是标准版本和 Pro 版本的这个差别有点多。比如说呢，标准版本它并没有红外线，也没有北斗卫星图片这些功能。而且呢，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华为力推了星闪标准。那么这个标准版的 P70 它也是不支持星闪技术的，只有高阶版的 Pro、Pro Plus 和 Ultra 版本才支持星闪技术。至于最高阶的 Ultra 版本呢，主要是在影像系统上了1英寸底，拍照实力呢会更强一点。这就是这4台机器的一个差别。所以看你的预算了啊，如果你的预算不是那么紧张的话，那建议还是选择高阶的版本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标准版确实配置方面就差的稍微多一点。毕竟呢，星闪技术作为华为自家力推的技术，而你的标准版又是一个走量的机型，它不支持星闪，确实就让人觉得有点可惜。期待后续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，比如更新的方式啊，获得更多的升级吧。想要均衡的话呢，就是 Pro 版本；想要大内存的话，就是 Pro Plus 版本。而如果想要顶级的影像的话，就可以选择 Pro 70 Ultra 版本。这就是这4个系列的一个差别了。那最后来问大家一下，1、2、3、4啊，是你的话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当然 P70 的标准版呢并不是没有优势。第一个是相对低廉的价格，12+256的版本呢仅售5499元，这在 P 系列里面是价格最低的。同时呢，它的镜头的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另外呢，相对于其他几台机器啊，它是一个纯直屏的机器，并且呢机身是比较轻的，这些呢都是它的特点。哎呀，不过有一说一啊，往年的 P 系列起售价呢都是4500左右啊，包括去年应该有一个5000的啊，今年的话直接干到了5499，稳步抬升啊，一年一个小台阶吧。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，怎么评价 Pro 70系列？这位同学弹幕表示，标准版的配置我看不上，Ultra 版的价格我买不起。如果觉得真实，可以打一波6，可以。咱们把这位同学给他加工一下啊。这位同学上联说标准版的配置我看不上，下联说 Ultra 版的价格我买不起，横批不如看看隔壁。我再给你补一句啊，看完了隔壁，发现60赫兹怎么样？每当有人跟你说华为啊，它缺乏性价比，你就把它和 iPhone 比一比，是不是？立刻就感觉平衡了。产品超值靠 iPhone。本周的好人好事啊，不知道你更觉得谁值得表扬呢？可以打出他的编号。如果还想看到主播疯狂表扬各大厂商，欢迎关注一下我们，要不然下周你肯定看不着我了。我是大爷，这里是科技美学，咱们下周表扬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又到了上电视时间，最近我们在拍摄小米苏7相关的视频，这车关注度实在是高，只要停在路边呢，就总是有一大堆人过来围观、拍照、触摸。而小米苏7呢是有哨兵模式的，只要有人靠近触摸，它就会立刻录像作为警报。其实很多车都有啊，但是呢，小米的这个关注度实在是太高了。不夸张的说啊，每个小时几乎得有上百人来拍。结果没过2天呢，小米内置的存储就满了，给我提示啊，无法再存储哨兵的录像了。你说这个咋整？来看大家伙的评论。稳健同学表示啊，这开个车都能被围观群众 DDoS， 这一看就是程序员朋友。80度表示听说过撸猫撸狗的，现在都开始围观撸车了吗？Rose 同学说啊，这个雷军呢就应该推出一个苏7 Ultra 24+2TB 版，这样就不担心存储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这幸亏苹果没出汽车，就苹果那个存储，咱根本就存不起啊！不是大家就没有点那种有建设性的意见吗？来看节奏同学说的这个啊，建议主播开启收费模式，摸一下小米汽车啊就收费10元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来科技美学上班吧，同学，我需要你。但是收费我也不好意思，看看后援团的建议，他表示啊，建议把小米苏7的车标抠掉，换成保时捷，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过来拍照了。哎，你这个建议
确实是啊，不得不说是人才。最后还是看点理性的建议。某文同学表示啊，建议呢小米直接推出小米汽车的云端服务哨兵特别版，直接把录像啊存在云端，第1年免费，之后呢按套餐收费。你说这是不是创收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可以留言呢？这段时间啊，我们持续在拍摄小米苏7和问界 M9这2款高流量的热门车型。袁玉同学给我们留言说，这个节目挺好，一定要办下去。他表示啊，有保时捷和迈巴赫的大佬每周还讲段子给我们观众听，他真的我哭死。看了这个评论，说实话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，我反应了几秒之后，